我们12点方向这边，它叫做 Circuit Makati， 它也是 Ayala 旗下集团的一个从化区。那边的话，目前有4栋住宅，那总共大概有2、3千户。那我们在那边大概有管理50户左右。住宅、商办和 shopping mall 紧邻，菲律宾规模最大企业集团 Ayala 圈出的集合住宅区，就在蛋黄地段 Makati， 类似台北东区。他们在有很多的客户是布局在全球世界各地，那尤其他们很看重华人的市场，原因也是刚刚我讲，它是邻近的国家。那在语言上面会有隔阂，以及文化上面会有隔阂，因为菲律宾人买房子跟华人买房子的动机难免会不一样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是做中间的这个桥梁。Marco 来自台湾，在菲律宾代销在地财团和国际开发商房产。当地人英文好，工资低。2001年陆续吸引外商进驻客服中心，加上后来的博弈观光蓬勃发展，促成马尼拉2大金融贸易中心马卡蒂和 BGC 崛起，带动房地产市场。但在异国想深耕房屋买卖，得专做在地没人尝试的一条龙服务。并一般本地比较少代租。代管公司的原因，因为是大部分的他们所接触的房东都是本地人比较多，或者是在海外工作的 OFW。那一般他们就是只有收代租，对他们的服务范围大部分都只有代租，也就是你今天给我房，我帮你出租，但是比较少做到代管。就是说，我单位有什么问题，可能就是我出租之后就是跟房东的中介联系。优米12年前才刚大学毕业，而先生 Marco 已经在台湾有代销经验，先到菲律宾探路，发现当地房市发展可看性不小。那时候因缘际会，就是菲律宾有开发商到台湾去考察，然后就认为台湾在做预售屋这一块非常成熟，就希望把这套系统引进到菲律宾这边来。他们一般就是在他们盖房子的工地上面放一个这个货柜屋，然后在里面做个临时的办公室。对，然后慢慢的到我们开始做这个样品屋之后，他们慢慢的就会学习，所以你才会看到现在大家都在做样品屋的一个市况。把台湾样品屋引进菲律宾，在当时的房产业界是创新。调查过菲国人口破亿，光这红利不容小觑。种种诱因，优米被先生洗脑。2011年搬到菲律宾，从房产零基础的门外汉变贤内助。监工家具进驻，摆设位置得细心交代清楚。Washing machine room will put here。夫妻角色分工 ，Marco 和开发商拿下代理，交屋后优米负责布置规划。像家具的话，我可能会有很多的想法，我会跟房东讨论。比如说家具你想要用什么样的风格？你想要像是那种无印良品的风格，还是说那种 IG 风，还是你想要很奢华的风格？有时候是看房东他的预算。那我们针对房东的预算，像这个单位，这个房东他跟我们买了13套。在菲律宾投资大部分的这些屋主们，他们人并不在菲律宾，他们在邻近的国家，所以他们可能1年都不一定会来菲律宾一次。那我们算是蛮早以前就有看到这个机会点，所以我们大概在2019年其实就已经有非常积极的在布局这一块。尤其当时中菲关系靠拢，大量中资挤进菲律宾投资博弈，连带房市爬上最高峰。好，我们看到的是 Garden Tower 的一房，69平米，带1个车位。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格局，它客厅格局非常方正。精华地段豪宅的带看也几乎排得没空档，像是 Max 从中国外派来菲律宾，在这卖房置产有很多诱因。菲律宾到福建，其实它的这个非常近，只要大概2个小时的飞机就可以回去了。所以对我来讲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吧。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我是工作原因有这个国内外派到这边的，所以在这边的我的整体收入会更高一点。然后我觉得在这边的这个租售比，然后在这边整体的这个房价还有环境，我觉得都还蛮好的。菲国政府尝试吸引外国人来定居，促进经济发展，其中像菲律宾绿卡退休移民专案。
需要2万美金存到指定账户，但如果有买房，能拿权状取出保证金自行运用。除了居留权到手，还能享受额外的福利政策。那因为菲律宾它有提供良好的退休签证，它有提供良好的工作签证的这些配套，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原本在台湾的生意就会选择，那我拓展到东南亚。那因为菲律宾它是英文为主的一个市场，所以它变成它是第一个跳板。那如果它的产品跟它的策略在菲律宾市场能够运行的话，那它可能从菲律宾再跳到泰国，然后越南，然后或者甚至马来西亚。地缘位置相对重要，大多在菲律宾置产的多是中台或新加坡人。房市热点在2022年中后又是一波高峰，因为美众议长裴洛西访台，挑起台海敏感神经。根据台湾不动产公司调查，2022年11月询问海外置产比去年同期多2倍。不免除就是因为有一个地缘政治风险嘛，所以在这个附近的国家的比较有能力的资产族，他们就会认为说需要平衡一下他们的配置，或者是说甚至买一个第2身份。短短半年，光 Marco 的房产公司海外投资比例多了2成，目的性多了关注移居的可行性。地缘位置和种种诱因，也成了菲律宾吸引置产的催化剂。